你看真九他的一个班位上面也是一手魔术师，一手木偶师，这两手角色都是非常克制跛脚这样的一个单刀角色的。是的，是的。他拿出这种跛脚来，选点一定要对，他得选到幸运儿的附近，幸运儿对吧？那你去大房的人，就是你大房边上的人，他一定得去大房了，他不可能在大门破译的。对，只能是一手外围的幸运儿。那这样的话，我还能往中场走去干扰。应该就直接冲着幸运儿去了。现在只有一个幸运包裹，看一下这个包裹能开到什么，或者说他想许愿什么。对，看2楼这波成功了，好像是一个怀表。就是怀表对于前期牵制跛脚来讲还是比较有用的，但得等真九落地，然后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才行。但真九上面他前面是卡了一下脚印，真九以为会躲在这个柱子后面，对，没找到。那这一波连人都拉没了呀，有点糟糕。这个耳鸣还卡着。对。承载没有拉远，承载在下面的障碍物躲着，很聪明。真九还要抛望远，能否看到呢？2楼排了一圈，好像没找到。那这个人就在左边板子里面，有看到吗？没看到，坏了！这一波擦身而过是真难受啊，被迫要去管外面的求生者。但是这个时候，30%的密码机已经破译掉了。是的，那是免费送给你的，这波很亏。气象直接捏了一个层云，波层想能卡上2楼吗？对，他好像在河道里面起飞的，河道的话会比上面的平地稍微低一点点。那好消息是，第一个笼子过去之后，第二个笼子再吃一刀，外面承载也已经摸了一个娃娃了。是的。那前期虽然找了很久，但对于真九来讲，他的一个阅历值攒的是非常多的。看一下这波得击倒了，手里有个闪，直接交闪打倒，强风都没有交出来，不给这个机会。对于真九来讲，其实这个节奏还能接受，但是外围的幸运儿始终是一个不确定的隐患。而且幸运儿那边也是摸出了机械玩偶，在帮忙破译了。下来的话，气象手上还有一点气象瓶，有一定的牵制空间。对，大夫来的很早，所以可以在这个位置先交道具，拖一拖时间。看一下真九的这波手艺如何吧，所以愿力值其实还是挺多的。这一波是没有笼子的情况下打到，那看一下还是要打针对。对，白子这里又捏了一个强风，看这个强风怎么吹，直接交，然后拆笼，再补上在第二个笼子。是的，跟砖应该是可以拿刀的。但你看白纸这边的一个牵制思路是非常正确的，他一直在荡身区这边牵制，没有去干扰任何密码机。没错。这样的话，求生者在白纸这里挂飞，可以开到一个接近4台的密码机。对的，更何况到时候还有教授，教授看要不要再来救一波。陈梦荣已经赶过来，通缉给到是南，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了。过来一看，哎，这边是幸运儿本体。是的，抢过来摊一下幸运儿的刀。那你如果说这边打的话，那边教授等于是无伤救下来，还可以扛刀了。哦，教授的位置也很远，对，来的有点慢，但是差一点。看一下这波怎么样去打，好像有机会拦吗？哦。一个鳞片顶掉非常漂亮，了，对，没忍住。过来看这波，哎，没扛到。下来是直接打到了气象，那也还行。这样的话，教授回去可以跟幸运儿赶紧进行一波调整，把幸运儿给摸满。而幸运儿另一手机械娃娃也一直在破译。其实现在密码机差的不多了，是的，就差最后50%-60%的一台密码机。没错，气象挂飞的话就是4台密码机嘛，3个人去拉扯最后的一台，3个满状态的人。对。这台25%的估计是刚在脸上这台，看一下这波接下来的拉扯。幸运儿，哎呦，那这一波，哎也没去再调整，哎对啊，他真的有没有选择往那边去？他可能觉得去了也会摸起来，所以想先处理脸上的这个大副。我来看一下，应该是确定这边大副就在楼上了。看到了脚印，估计手里愿力很多，哎失误了。这个围龙没有围到，那这里要交表吗？难，直接选择交啦。一个蓄意刀闷了一下板子的方向，没有闷到。看一下外围承载又摸了一个摸了一瓶香水。是。看这瓶香水能不能在中后期拉扯起到作用吧。一个反向的围龙，但这个反向围龙没有卡住。没错。陈默人直接出去，手里一个后撤，给到一刀。运力值不是特别多了，这一波陈默人没有交出来鳞片，比较可惜。如果交出来的话，真九应该是废掉这个围龙，还要等很久。对，现在双方都开始打最后一台密码机的拉扯，满状态的幸运儿可以在中场等着，给一下密码机压力。但没有关系，下一波交这个鳞片也可以。他这个鳞片得交，不然密码机拖不太够。对。弹了以后拆一下，在脸上拆吗？到脸上了。他没想到弹到对面过来了，所以他也钻了。对，这个闪现不省，直接击倒。外围密码机是50%-60%的样子。的，但是因为前面交了那一波鳞片多拖了几秒钟啊，所以密码机也是有机会能够拖够的。好，趁仔发力了，这边摸了一把枪，到现在感觉趁仔好像他许愿都没失误过。
可能那瓶香水是失败，但其实有用，是的，非常有用。两个龙子这贴脸，但是手里没愿力了呀。没错，但是大副手上也是没道具的。这里其实平地能够拿一刀，这样围龙拿一刀的话，是有机会能够把蓝给留在遗产的。真九其实想的，这就是快速的处理掉这边的大副，然后把大副卡在他密码机打拉扯，去拖最后的自己一个技能，拖自己的一个传送。那这样的话，把大副打倒，还可以再挂回去。对。但是外围密码机已经起50了，很快。再加上陈仔手里还有一把枪，这把枪一直没交。是。往河道的方向挂。这样的话，如果说你来救人，救下来以后，其实离篝火门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对，离2个门都比较远。对于真九来讲是有机会打拉扯的。对，这样的话，真真就有机会可以用传送去拦住这个救完人。对，而且你看这个时候，这椅子上的人离那台大遗产很远，所以这个时候真九又可以杀回去。是，但他好像要杀回去吗？好像只能杀回去了。他刚刚在外围在找那个杏儿的位置嘛，没找到，这个时候就可以起2个龙子回头。教授的技能又好了，但教授这边鳞片没交，是他应该就不打算交了，这把鳞片留到开门战。那比较危险的点在于教授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地下室的，对对对，地窖和地下室都在这边。看一下到时候杏儿怎么交吧，然后还要再打拉扯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话难的话是没有办法走远的。回头再击倒可以，2个人也把大副也打倒了。这一波是完全不手乙，那边幸运儿得赶紧去把教授给调整摸起来，而且幸运儿去救人还有可能被拦截。这波看一下真九的想法，倒在地上的陈某人还没起来。是，这一波真九等于是多逼了求生者的一个绝处逢生。教授那边交完自己再去碰密码机的话。会慢一点点，是的，还得过一会儿。但大副确实是比较耐挂的。对，主要是看这把枪能给到凶者一个机会点了。两界快压好了，而且幸运儿过来还给到大副一块怀表，大副现在是右道具的一个状态。这波直接掏了下来，看一下这波真九想打针对，帮忙下板，但这里把大副处理掉，陈仔准备拿枪去门口等着了。如果说你传送下来，他是可以直接交枪，帮助教授那里把门给拖开的。本来应该是白板的难，现在又拿了一个幸运儿的那个怀表，是的，还能再牵制3段的怀表。这里还要再等一下吗？第3段还在的。对，其实但难提前把第3段给交了，然后还撞到监管者脸上，这波直接倒。是的，看一下另一边门也开了，那真九也是求稳，直接保平也可以。双方第一局应该是一个保平了。主要是最后幸运儿是一瓶香水、一把枪，再加一个那个大副的怀表，3个道具一直轮流在搬了好远的距离。这把其实选这个角色，我觉得也没问题吧，因为斗武他们既然敢拿出部位0，那我相信梦幻小迷肯定是有在这张地图练过很多位移和点位的。对的，而且对于轩蛸来讲，首先是我的一个双惊喜能够稳定的架到你每一波中了，也就是荡神区的每一波求生者在荡过去之后，他的那个双惊喜的命中率要不要高一点？没错，而且他这个点位的话，也是有机会能够把大房的密码机给。来看一下梦幻小迷这边追击思路，其实就是往右边走，强对撞。是的，不过这边中场没有地下室，这里选择绕过了气枪，想去堵一下教授。对，看一下教授有没有过来。没错。但是这里狗狗好像也是苟在一个比较隐秘的角落啊，藏了一手，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再回头去找小一鸣的这手气象了。前期因为没有带窥视者，所以这里小一鸣还是能够拉比较远的点的，远程双惊喜。哎呦，没有命中，是的，亏。 2下都没有上到惊吓标记的话是比较亏的。对呀，第一个双惊喜你至少得上到1颗，这样的话你下一个双惊喜上2颗还能够打到伤害。 那这样的话，对于梦幻小明来讲就有点亏，最重要是还错失了这一波求生者去荡神的机会。是的，那上面有没有机会交陈云呢？被沉默到了。哎呦，沉默直接把技能给打断了。看一下这波双球，这命中拿到一刀，非常漂亮。没错，废人这边直接想起，这个位置还要再吃。 2下打断你的技能，又沉默了，哇，非常快，1分钟击倒，并且还没有交出自己的一个1星。是的，我觉得小一鸣其实在前面要上楼梯之前呢，他可以早点去交那个陈云。对，我觉得陈云早点画出来，然后早点交会比较好，尽量把那个身位拖出去。是的，因为他在楼梯上被一个双惊喜的沉默给覆盖到了，导致自己的气象瓶也耗费了，但是技能也没用出来，还被吃到了伤害。 然后这样的话，大副身上一颗黑球再过来，哎呦，点位没堵到。不过对梦幻小明来讲，节奏是非常好的。是，不过实际这里有机会能够无伤掏下来啊。
画出了一个强风，还在卡一卡位置，上双球有机会吗？上到了，抽到可以，没错。但大副的一波无伤救也是算帮队友去争回了不少的节奏。对，魔幻小苗看看这边气象能不能再给个2阶，给到了，可以。开到了2阶，那这波对于魔幻小苗来讲还可以，只要把2阶开出来就不算亏。是的，第一波击倒实在是太快了，因为他少拿大副的一个存在感嘛，就等于说在气象身上补了回来，通缉到的是古董商。看一下这波，狗狗的教授已经卡在了边上了。 能不能嗅到？梦幻小明应该是猜到这里应该会有个人过来。对，那不在1楼，估计就在走2楼的位置了。这样的话，要不要上去拦截呢？前面应该是要荡神荡过来，然后应该直接到了，走下来，到了，已经在2楼了，在2楼了。看起来这波双球，我觉得可以打针对，一刀拿到。要先拿双双倒吗？其实双倒到场谢幕。 弹掉，这里狗狗的发挥非常好，用鳞片卡掉了这一波伤害。对的，小一鸣这个位置也可以一波强风直接推开，但身距拉不开，毕竟是一个携带了张狂的群枭。提前交飞轮去拉开身位，还差一颗白球，白球命中，直接倒地。这样的话，密码机比起上一局来讲是稍微少了一点点，毕竟少了一个幸运额嘛。是的，看梦幻小明这波移形有一波通缉的机会，看能不能通缉到教授，通缉到谁？通缉到大副。没错，那这样的话。 能排到教授的点位吗？双惊喜指一下，没指到，再指一下，还是没有看到。啊，还是要回头去压一下道副啊。大副的一个道具，主要还是还有一块表，先把他怀表给逼了也可以，因为下一波你教授他总归会破译密码机的。我确定你教授的位置以后再去传送也可以，再去移形也可以。在这个时候道具逼完不着急，看外面有没有密码机在抖，没有密码机在抖，那我就正常再压大副。是。 这波双惊喜是有机会可以上的，教授已经在破译了，这里就等大副的第3段表也结束嘛，还在躲第3段表，双重惊喜也不急，捏得很死，这个时候可以放到对面，啊，移形直接落地，那准备打双球，是，中打一球，打一下，最后一颗球落地以后还得交个绕场谢幕，让谢幕命中，把而且再复用架出板子，是的，但。 我这里处理还是比较快的，你就算不进板，不让我送双球，我身上的这个球也可以打出伤害。对，主要还是把移形交了，所以现在的话要尽量贴近最后一台遗产机压过来，不给圈主去破译密码机的机会，去把这手移形拖出来。这里感觉可以不收移了，直接追出去把狗狗给处理掉。主要是外面有一手古董伤，这手古董伤你很难处理。但看梦幻小明的意思，应该就是要过来抓一下，消耗一下道具，但直接2棍只隔10秒钟。是的，那这个点位可以无伤掏下来了。 直接逃，古董商打圈枭还是太权威了呀。但是梦幻小米敢放出来，我觉得他也是很勇敢了。一波绕场谢幕没绕到，刚好卡到一个死角。是的，再加上双惊喜没架到，估计还得再等10几秒钟了。对。而且这个时候外围2台密码机是都在点的，进度都上去之后，你其实不好压。加上古董商刚救人是2棍直接给你没掉状态。是的，就算你下一波。 出击去把教授给打倒了，但其实古董商那边也是一台大遗产，对，所以勇者是不担心你。现在最好的思路就是去压到狗狗脸上，毕竟狗狗是个半状态，这时候狗狗必定要去转密码机去修。是，但狗狗也可以直接强行救，因为那边的密码机已经压好了。狗狗如果说过来，哦，压好的是脸上这台，看一下一波退灵，让古董商跟过来，要打大副的针对，密码机压好，直接点亮。 还可以再拉一波双人惊喜，但对于梦幻小明来讲，好像就是3个人全在这个门。是的，他选择先管门。古董商2棍没有打到止戈效果。现在道具还被封了，有机会秒吗？飞轮，飞轮没顶掉，那直接过来倒地。是的，梦幻小明手里还有个移形，看这波移形，主要是他双人惊喜马上要好了，要用这波双人惊喜去排人。而且他这个点位应该是能够看到狗狗的。对，看一下狗狗能不能看到。位置非常近，他在往大房走。先把荡神区排一下，荡神区没有人。 左手直接去找大，确定荡神区没人，他可以移形直接移这个教授了，或者也不着急，本体去找教授，同时用移形去压大副，没错，也可以。目前来讲，这个移形应该要留着一会儿手椅了，反正有人救的话，我就把教授给处理完了，我再移形回去。对，双球命中，然后另一边大副已经把另一个门点开。是的，一波砸头，双惊喜的第2段还是没打到，狗狗在这个板间博弈非常的好。是的。 但是对于他来讲，想去地窖的话，位置还是有点远，而且古董商的淘汰进度也挺久的，一直没掉。那骗一波鳞片，对梦幻小明来讲，他也就意识到了，我回去守一波，如果没有耳鸣，我再等一等，看到大副走掉，我这边直接稳定拿下3抓。说，
那这样的话，德物在第一个回合拿到了一个5比3，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棒的一个击倒速度，能不能在真9的一个预料当中？第一刀如果拿到的话，其实求生者这边的道具它是不太能限制到空中飞人的一个追击了，所以第一波的一个双龙惊喜非常关键，也不说第一波吧，前2个，对，就你前2个双龙惊喜都在你的容错里面，只要保持最远距离的，是看到你就直接交道就那种。看双方的选点，中场的火灾调查员，甲门的佣兵，2楼下的飞行家以及墓地外的病患。然后这手喧嚣是把墓地给他防住了。来看一下真9首要的追击目标会放在谁身上？你看我说什么？直接拉道具。是的，就是不跟你去近身博弈。防了一手飞行家绕进墓地去破译，因为刚好2楼是有刷机制，应该对都很稳。上楼了。这边也是确定要来这边追这手飞行家，飞行家到时候还能再直接一波。没错，高喷，这里一个慢翻下去，先交了一个喷气背包。对，先求稳，但这边真9的一个收益度也不低啊，2波双惊喜直接命中一颗白球，然后绕一圈，再使用高喷喷出去。而且出去之后，到时候看看能不能直接坐车，对，还能再拉波距离，把1星吃出来。这个点位下一个双龙惊喜交出来，飞行家应该是要交自己的一个悬体，对，这个距离比较危险了。一手高喷直接喷出去，看一下这辆车应该就刚好停在脸上。说，哎，没接上呀，晚了一步没上车呢。1星落地，这个身距稍微有点远，不过前面还是有一波双球机会，不敢翻吧？强行翻了，用飞轮补了一段距离来翻这个窗，但是的话你可能就直接要去震慑了。对，但真9他的一个双球卡的非常好啊。对，那对真9来讲，1分05秒击倒飞行家是一个非常能接受的一个时间。是。对于时间的把握的不是特别好吧？白纸这里就差1秒钟，他就可以上那个车了。对，或者说他的一个喷气的轨迹稍微往左偏一点，他也是可以直接落在车门口的。这边有点亏了，但是看一下这波救人吧。来得及，红球沉默住钩爪吗？沉默到了，是的。高外围肯定要吃一刀，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让佣兵也过来了。他就直接沉默住，我一直沉默住，让这个人过半。对，因为你只要交不出来钩爪的话，那你这个人必过半的呀。已经有人到后面去偷了，这个位置要再打病患一刀。能打双倒吗？沉默到了钩爪，处理到这边了。是的，应该要直接换追了。直接先挂上。对真9来讲，这把是有一个很大的机会能够赢的，因为这个时候求生者已经被架死了。是。而且这边还闷到一个佣兵的化险为夷，对于真9来讲，现在外围能去交化险为的角色又少一个。没错，而且换道具了，好像是，应该是把护腕给丢在了这边的地上，手上是香水。直接选择回溯，那边飞行家半状态过来把人给偷了，那承载这里可以过去把佣兵的护腕给捡起来。都胆大心细啊！哦，应该是前面佣兵把护腕全交了，来补这个救飞行家的这个距离。对，所以他已经没有道具给承载了。那现在的话，密码机的进度不是很够啊，因为基本上每一波救人都是出动的2位求生者。是的，而且现在在场上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唯一有化险为夷的承载也在椅子上。那这一波还是满状态的陈某人，火灾还行。看一下男的位置会不会被排到吧？这个位置有个白色的，这个位置要去衣角露出来了，有可能要吃双倒啊。是的，而且因为没有化险为夷，所以病患这里救下来也不太好牵制。先尝试打佣兵一个双倒，打到了没问题。是，再去找病患，这局对于真9来讲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多抓面的。就看这波能不能快速处理掉，然后1星去找佣兵。没错。可以快速的续上佣兵的节奏，所以承载这里必须得扛住这波压力。对，双惊喜命中2颗，这个位置也很难牵制，直接要准备倒地了。稍微再拖一会儿，让你难挂一点。对的，白纸还摸了根针，能够把自己状态打回来，但是自己的一个化险为已经交过，中后期的拉扯已经没有化险为再去支撑这个密码机了。3台半的密码机差了很多，看这个移形，或者看真9这个嗅觉能不能嗅到。一波双惊喜点定到中场。好像是能排到的，男应该是起来了，但他起来以后是没道具的。对，我觉得这个时候追佣兵也可以，甚至不追佣兵去干扰密码机也可以。真9现在选择很多，手里有移形。那这一波如果是处理掉飞行家的话，飞行家是一个2挂。但白纸把自己奶满，看这波双惊喜直接贴脸，很精准，非常漂亮。飞轮顶掉，拉开距离，直接秒的。第2段没了，直接砸头。没关系，那还能再稍微拖一会儿。对的，最后一台密码机对于白纸来讲，这个位置必须要撑住。是的，
在墓地破译的最后一台密码机，只要白纸不倒到中场就可以了，对，就不会有太大的机会。对，因为他毕竟带的移形还在 CD 中，所以对于真真九来讲，得跟时间赛跑啊！你这一波虽然没有移形去守密码机，但是你开门战前，对吧？你得移形得好啊，得有一个机会能够守门啊。是的，可是对于真九来讲，还有个好消息是，白纸的天赋是完完全全暴露了。刚约画响维，现在又一个飞轮，你是没有回光返照的。真九一定是死咬住这手白纸，没错，不会放开的，去打一个针对。是的，而且还压到这个门，这个门一定是佣兵到时候破完墓地的密码机一定会给他点的一个门，所以这个时候真九其实开门战的一个胜率也是一直在提升的。对。有机会争3，甚至有机会能争4。对，再加上佣兵你修得慢，你要修完我手里移形又好了，开门战我还有技能。这局对于真九来讲是一个能够尝试去把队伍翻盘的一个机会点，看他们能抓住。哎呀，沉默人的这波救援，哎，但是双重机器已经交了出来了。这样的话下来以后有一线生机，就是飞行家这里对，要尽量拖更多的时间。是，看一下这波能不能拖到双惊喜消掉。这波飞行家直接点亮，看一下这波。气囊一弹，门。直接通电，那这里还想找机会上车，好像不太来得及了。没办法，毕竟是有挽留喧嚣，移速太快了。而且墓地门的话也是完全点不了，这把求生者只能两边各派一个人去点门，然后争取跑一个吧。对，这局对于求生者来讲，最好就是走一个。所以最后你看，陈某人已经在往墓地里面走，让佣兵直接去点另一个门。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这锅空中飞人直接飞到脸上，然后双惊喜有机会能秒的话。但双惊喜还没好抓的，直接选择交移形，交到了陈某人身上。地窖离得很远，这局应该就是一个3抓，佣兵那边门已经在点了。是的，地窖就在甲门的一个位置，而且气囊也没了，所以陈某人是不太好去那个地窖了。对，真九还在往中央方向看能不能看到这边佣兵，但佣兵是直接绕了一个大圈，提早过去了，太快了，没办法拦截。选择直接往外拉，第3球上到，飞轮最后被红球干扰一下，没交出来。那这样的话，最后真九是拿到了一个3抓，对于他来讲是他在这张地图的一些轨道上吧，他通过你地形宽阔的这个缺点，让你没有办法进行隐跃，快速的拉近身位。对的，而且歌真源也比较讨厌小说家这个角色，很容易去被等到了。墓地门口，对，那这样的话，到时候本体直接去压幸运儿，然后伊森人还能干扰一波小说家。最重要是这时候火灾要看看能不能这边伊森人要去给压力呢，本体要去反着走也没问题。但这样的话，星焰的一个空间就比较大了。他选择是用本体去找小说家，用医生来找一下幸运儿。这里附身完不准备直接传过来，那可能还想再打一波控场啊。对。这里并没有第一时间追幸运儿，要再干扰一下，升几个陶片。但这样的话，你看你本体的压制力就直接消失了呀。对，除非说你要去墓地里面追小夜明，那他应该就是冲着这个小说家去针对了。对对对，针对你的小说家打，把里面的长板先给架住。这样的话，小夜明只能被迫绕一大圈往外拉。对，你这样的话，等于说有一个平地被逼掉你的技能的这么个机会了。道具基本上是要被逼掉了。先吼一口，一波确实成功吼到了。题。这里再通过一个隐喻换位往窗口拉。那对于小说家来讲，下一波的吼，如果医生跟上吼到的话，就要给刀了呀。对，本体直接吼到了，可以给到1刀。那小夜明这里不想干扰队友，重新回到了墓地，但这刀给的很快。对。梦幻小明现在可以去干扰一下外围，等到小说家第2波寄速的时间到，我再回头去看看能不能寄速，然后配合闪现直接秒。是的，但外面的一个秒击破译的其实还是挺快的，特别是迅儿那边也翻出了自己的一个机械傀儡了。对的，这手挖补出来，密码就会掉的很快，梦幻小明不一定接受得了。这里要被绕挺久的。看一下这个位置应该是能尝试去叠一下自己的追猎，想要去省一手寄速，是，也没有板子也不敢闪，追猎差不多要起来了。小说家那边。飞轮是肯定有的，对，但这边一直是保持在一个视野范围外，对，卡住了，追猎起来，闪现过来，飞轮顶掉，非常漂亮，但是精致度还是在跌。那这个地方隐喻能不能吸出来呢？没有敢往后面看，不太敢吸，因为他其实前面要摸到了，还是要到底。因为对于小说家来讲，他有那个吸隐喻的空间是什么呢？就是你得卡在一个自己不长侵蚀值，又刚好能够偷偷的去吸的那么一个临界点。但是你在牵制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比较难去打出这么一个操作来的。对，不过对于小云来讲，他其实那个飞轮去顶掉那个闪现，其实已经非常秀了。是的，这边附身直接往外拉出来，干扰不到11，那只能回头再去干扰外围。没错，把医生调出去，但是这样的话会给到一个无伤救人的这么个机会吧。马奇掉的很快，这局对于梦幻小明来讲还是很偏平的，甚至说处理不好还偏平下。
那么逃偏按一下， 50，哎呦 AVA 了，对，还行，可以先打个双倒。双刀拿到，小明上来还是在涨侵蚀度，这个逃偏没拆完，那问题很大。 60多的一个侵蚀值，开到2这阶附身完再拉回来，还是可以秒小叶明的。对，小叶明基本上是没有2的空间了。再干扰一手外围密码机，但这个位置小叶明上的侵蚀度能掉吗？有没有机会？好像掉不了吧？嗯，这一波附身完直接过去了，应该是掉不了了。对的，太远了。一波落地，直接吼到没问题，击倒。往外拉，这样的话墓地密码机是解放出来了。11毁教的自己应该可以去考虑补一下队友的密码机。对，现在还有最后一台50的密码机要被干扰到了，这台密码机就是遗产机。是。对于 ACT 求人来讲，本来前期运营还不错，但这波救人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拿双刀还挂遗产。对，那如果说墓地那台密码机是不要的话，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对呀，跑到遗产机上，这波压遗产有点问题了。那应该留在墓地去继续进行牵制呀。那干脆就直接倒墓地最角落。对，那这样的话，星河那边破译完，他是可以过去救人的。是。这波压遗产其实不太应该的。对的。那被迫只能在外面开台新机，这样的话就不太有4人开门战的这么一个机会了。看这波对于梦幻小明来讲可以打针对，这个角度淘汰进度很极限了，扛下来，给刀没问题，而且还把火灾卡了一下，还能再吃一个火灾的一个气囊。是。哎，没选择吃。 不打吗？其实我觉得可以打的，因为小游家那边你一定是附身完再。对，而且外围要兴起台密码机比较慢，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现在已经摸了一把枪，带着枪已经赶过来了。飞过来 OB 一下，看这把枪。梦幻小明也知道，我可以逼你走。是的，不着急。99、100，他想清一下侵蚀。这刀不能拿，这刀不能拿，看这把枪，不，还要再等一波。放下来吗？还要再等一波开枪。不对呀，怎么是这样玩啊？ 你刚才侵蚀值卡满了，你直接回头去挂呀！但是他当时觉得怕了，他要清醒了，怕了。其实你往一直走，然后等到开枪的那个特效的时候再放也可以的。但是梦幻小明还是有点紧张了，那现在早放了下来。两边密码机都非常多，对于梦幻小明来讲，这局要4人开门战，并且手里没有人，而且这里气囊道具还在，直接选择通电，4人开门战，手上没人，而且门口人也不多，要传的话其实有点晕，不着急。 现在要赶紧手里闪现闪倒一个，看小一鸣这个位置，小一鸣就在门口在点门，但小一鸣手里好像是有隐喻，对，不太好闪呀，有机会能撑的，看这波这个闪现一定要快速命中，我感觉应该不会给机会，闪现飞轮过来又被预判了，是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拿不到刀了，没办法了，那要拿自己的一个伊森人回来的话，应该就是尝试去留一个了，说，还有个车。 本来这波能搏一波，但是车又过来挡一下，一直没有蹭到100，这个牵制太牛了。那求生者最后也是3人出门啊，我们也是看到 ACT 韧性十足，在第2局去追回了一个6比2。这个套体系能打吗？打不了，因为有一手入殓师，有一手机械师。那考虑上限更高的破轮能打吗？其实也打不了。 所以要求稳，考虑比分。既然我现在比分对于斗武来讲落后，那我先求稳是重中之重。我先求稳，看能不能监管先保个平。在封禁的时间，本体先去破译。是的，其实求生者这套天赋、这套阵容的一个选择点就在于什么？你要么去追小船的，要么去追大船的，就基本幸福2选1。但是，我来看一下吧。梦幻小迷这一局小船大船只能追一个，应该是要去考虑追一追入殓师了。 先自然交易攒一个藤蔓，看一下这一波能排到吗？狗狗已经在后围躲了，而且小一鸣也在中场给到了这个耳鸣。哎，这波要直接撞小一鸣脸了，撞脸了！这波被迫去交掉了一个。藤蔓这个位置应该是能有机会能拿到1刀的。没错，这个位置小一鸣太尴尬了呀！他想帮忙卡耳鸣，但是被卡到了一个贴得非常近的一个身位，对，被迫逼掉了自己的道具。第1刀拿得非常快。 因为你正常飞行家他的这个悬停呢，他一定是在双11那个地方升空，然后飞上小船的。对，而且那个位置我估计入殓师还没看到他，因为狗狗之前是在前面躲着的。对，也就是说他没有机会能够跟到小一鸣见面。一刀拿得非常的快，看这个藤蔓接过来直接命中，秒了！开局52秒，自己的移形还没交。对，这里小一鸣是想去钻一下梦幻小迷开出来的那个门，但是喷气背包的速度真的跑不过藤蔓啊。对，藤蔓太快了。 狗狗加上他的一个灵咒也没有，而且通缉到了佣兵，对，这个节奏就有点难受了。对于手里2个碎石来说，2个碎石能不能打出效果？这波很关键。前期节奏对梦幻小明来讲是把握住了，
这波收益如果能赚到，起码平上。一波藤丸先压点，可以注意拿一刀刀一炸没问题。是的，存在感拿的很多，多拿点伤害。对，看一下下一波藤丸，先封个点位，你不走没关系，我这个位置再跟上，给到一刀。他这个手艺就是我不贪，但是我可以拿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手艺的节奏。对，我不求双倒，我就求一刀一炸拿存在感，让你接下来佣兵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你手里一个坚强完全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不过这波是看到了，看这波灵柩要怎么样去反身。他手上是有一个移形的，所以哪怕是反身完了，小一鸣其实也不太好去进行一个牵制了。对，而且灵柩的位置就在边角。换小明来讲，自己的一个杂货商的一个操作空间还蛮大的。看这波，放在角落的话，他甚至移形都不用交了，感觉慢慢走过去就可以了。对，移形还可以用来下一波把飞行家挂上的通缉，然后移形去弥补下一波节奏。对的，这个点位架住之后等藤蔓就好了。等藤蔓看这波能不能命中。喷气背包怎么说还是被勾到了，拉不开啊，拉不开。对。感觉飞行家在操作杂货商的时候，只有等他交藤蔓之后，那一瞬间你去交喷气背包，往左或者往右去直线规避，才能去赌一波。对，去卡住藤蔓的一个最大仰角，这个时候才能躲掉这个藤蔓。看一下通缉到的是机械师，毕竟藤蔓这种东西它是比较难掉头的，就你等他拉到你脸上以后，你再选择左和右，让监管者去跟你博弈会好一点。对的，你提前交的话，对于藤蔓来讲，我可以提前拐弯嘛。是。场上的妙机并不算特别多啊，那看一下这一波猫小迷能不能快速的续上下一个想追的人。星焰的机械师正在往大船跑，这藤蔓应该会短一点，对，但还是逼住了星焰的位置，不让他进大船。里面11跟娃娃已经把状态补好了，震了一下，炸拿得很快，这个位置也有一刀，还可以再震一下吗？直接选择先出刀，没有选择压迫。前面的话藤蔓可以直接赶路，赶完路之后再用碎石去压迫你的走位。但星焰是有飞轮的，我这个位置飞轮没交，那直接藤蔓命中。是的。而且还可以压到海边那台遗产啊！这里飞轮其实感觉得交的，交一下飞轮，进那个海边小屋的长板，再去博弈一会儿。是，哪怕你是碎石，也是正常拖了一波时间了，不像现在可能会被直接秒。那飞轮的使用次数可能从2次就得变成1次了。是，接下来第2次的飞轮交不出来了。妙机一封，佣兵虽然说摸起来，但是如果说强救的话，这一波是有可能给一个双倒的。对。杰斯把自己的傀儡调到了海边，正在进行一波破译，想过来封一下你们密码机，封到了，但是看到里面佣兵直接在修，对，直接出来追你这口入殓师，而且吉列斯也过半了。哇，这局梦幻小迷藤蔓好准啊，好像没有输过。看一下这波移形能守门，先传送，切船了，传送回来也没问题。另一波佣兵过来了吗？佣兵好像过来了，忽然直接交换，可以。但是这个位置还很远，我可以外围先看能不能炸到，没炸到也没关系，回头给藤蔓。看一下要不要再开一个门，直接拿刀。那机械师是挂飞啊，但是密码机还差很多。这一刀针对能不能打中，很关键。也来了，不着急，我觉得回头开个门，然后震一下，炸也可以，看能不能把佣兵给震。对，炸倒的话，这把就完全没有压力了。看一下，你都在我脸上，哎，震到佣兵了，再真刀打到机械师，这局要4。是的。这里把机械师挂飞，佣兵也能续节奏。外围入殓师要去补机子，但是能摸到佣兵起不来啊。是的，这里可以先把佣兵挂上。对，我觉得真可以挂，因为那边马基是一直在抖动的，他可以确定这个入殓师的位置。对，而且就在海边。你看梦幻小迷这边也很细节，我先提前吸个藤蔓，让我自己有赶路的资本。是的。地窖就在海边，你中场密码机刚开，狗狗这一波要牵制了佣兵挂飞，往前面走，耳鸣要起来了，这个位置耳鸣直接起，直接锁定位置，这把4抓了。这里再来一个自然交易，直接藤蔓继续跟上。狗狗真的牵制再牵制得动也没有办法牵制了呀。这个点位也首先是很难，其实你哪怕是相反射配合飞轮效应，也赶不过我一手杂货上的路。林之托飞轮顶掉距离，但是也没有拿到刀，但没关系，他的一个技能充能是比较快的，马上就有刀了。这一波那直接倒地。斗五梦幻小迷上场，在自家选图互形的情况下，抓住机会拿到一波4抓纳基，有一定的地形优势。那求生者看到你这个噩梦以后，他一定会去把求生者的一个位置给安排好。对，你首先封窗，感觉得带吧，不然你小木屋，然后小船的那对，很聪明，我直接拉开2+2嘛。小木屋、小船、大船，这样的话，这3个点位其实你都得去处理那些窗户和一些板区。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你这样选干扰不到密码机。
你一定选中场，那要选中场其实也就封2。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也是直接冲着大船走啊，准备追击一波陈某人的先知。在这个地方卡一下自己这个巡猎以及狩猎本能，没错，神距拉得很快，但是先知已经从下面绕了一圈。那这个位置拉的还是比较远的啊，看到了，也不太好反绕这个对不过先知。这波对针灸来讲有点亏的点是狩猎本能以及追猎巡猎一起断了，是，再跟上的话还是会亏2到3个身位。利用一个窗台可以进到长板，再补一个板弹，前面这个位置有一刀的机会，先把板子踹掉。被迫踩板，那没办法了，又可以上楼。那这里这个身位来讲是可以逼一个鸟了，把鸟顶掉，逼一个翻也可以吧？是。但你看外围3台密码机直接修一半了，这就是求者这个选点的好处。那前面进板前可以先拿一刀，前期监管者根本干扰不到密码机。陈某人这边鸟吸的进度倒不是特别多啊，只有一个1/3左右，往外拉。那这里有一个交易性的机会，看这个飞轮要怎么顶，飞轮顶掉，但是没关系，我还有第2波，直接秒。飞轮其实是不太好去克制噩梦这种角色的，它有点像那个野人的猪一样，对吧？它不吃他刀，是真顶一波，但第2波顶不掉。如果说小说家当时在队友追过来以后，他来帮忙一个换位砸板的话，那先知是有可能能活的。对，而且但实际上的话，先知得要来砸板，小说家够不到那个身位。是，就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逼救吧。现在真九一定是希望求者能够秒救的，但陈仔这里选择先吃刀，吃刀下来以后，再用自己的隐喻去保一下先知。看一下这波换位，把他换到里面去。对，而且他的渡鸦是给到了小说家身上啊，离陈某人的位置还是比较远的。看一下陈某人这个身位，只能在海边的这个双板进行一波牵制了。这个点位有点极限，只有极限，往上吃一刀，还是被打倒了。对，没想走里面单板，主要是这块板子被踩之后，单板陈某人怕被架住，是要往外围直接转，但往外围直接转的话，身体不太够啊。是。而且也不敢去靠大船嘛，可能说大船那边会有一个地下室什么的。主要是噩梦这个移速也太快了，是的，选手很少能适应的过来。地方直接打，那这个淘汰进度还能再卡吗？还是要救呢？选择再拖一会儿，再拖个几秒钟。对，因为现在你看外围密码其实很多，海边小屋那台是一个大遗产，先知这里就直接放他自由了，让他自己去进行牵制，就看这个鸟来讲吸出来。这一场比赛看下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4抓的机会，还是很偏平，再多也就一个3抓，但是4抓的点还没到，过了挺久的这一波。对，而且你看外围心里已经给到外围的一个小说家把状态打起来，没错。只剩下海边的最后一块小短板了，先知翻完板，然后往角落走，去拖你的一个挂我的时间。是的，密码机修得很快啊，就2台密码机都很多啊。对于真正来讲，唯一的翻盘机会就是把人给打倒在密码机边上，然后再来一波漂亮的手椅。对，但是很难，靠自己接下来的双。哎，刚才如果反应快一点，直接出刀有机会震慑的，因为刚才是个慢翻。但是没关系，过来追白纸是都不想看到的，因为如果追承载的话，承载没有回光返照可能会成为伏笔。但追白纸没关系，我首先扛2刀，我拉开距离，这台密码机能点的。那这个点位角落91的密码机其实要怎么压也压不住了。现在真九再看一下外围密码机有没有抖，去判断有没有人在兴起。是。这里继续绕的话，手上其实还有底牌切一波传送手的这么一个机会，但那样的话有点冒险。那毕竟噩梦嘛，就是要靠自己的双传。哎，骗到了一波，还有一波上野的机会。然后承载已经贴到脸上，密码机马上就压好。看一下挂的一个位置。看承载这边也在吸引域，给自己开门战做更多的铺垫，毕竟自己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挂到了小船方向，这个位置的话还挺好的，离2个门都很远。对于熊仔来说，点门的压力会非常大。是的，而且3名选手全部都集中过来了。是的，没有人能够直接贴门。这个位置有机会切船啊！直接切市场，把人给逼走了。但你这个时候把心力给放出去了，必须要留这个守门人，把他给留在这儿。守门人离交铲可以，那抓到机会，回头再给毒鸦。其实刚才身位挺远的，是可以考虑交铲走的，但是他也怕被打断吧。拿毒鸦先封一下密码机，回头再挂个人，不着急。这个时候心里一定要外围兴起，那这就可以打时间差。是。真九这个位置还要再挂到密码机旁边吗？我觉得可以挂到离密码机远一点的位置，然后拿毒鸦去锁外围密码机，让心理那边不敢破译。对，如果心理
破译的话，他是可以考虑直接传过去。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小说家要来救守门人的话，我不着急，我有一个主动权，但是要挂到密码机脸上。对，小说家过来救的话，他们救下来第一时间可以进行破译，对，这是比较不好的点。是的，但看针灸这波有点，哎呦，还给到一波无伤救人啊！这波让身位有点亏啊，因为男手里是有道具有26机会的。没错。那现在守门人有机会稍微拖一会儿时间，承载还在脸上，直接选择传心理。落地打心理，这波节奏抓得住，但是脸上这个椅子应该是没有了，所以要挂的时间有点久。小说家那边是能够在修，守门人能够贴过来。没错，这个时间点对于针灸来讲，好像有点错失良机的味道了。他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你前面说的那个点吧，求生者救下来以后，他们可以立即破译，这个是比较不好的。对，这个点失误很大，而且你现在渡压又要给这椅子上的人立马机能够稳定压好。是。你手里的市场在开门战的一个压制力就很小，甚至还是有机会能够走一个。四抓的面到现在还是看不到。刚打一波压起身吗？能掏吗？哎呦，还是震慑了，但是下来可以了，救下来。场上3个开门战，一个人点一个门，对于针灸来讲，这局好像没有太大的四抓面，所以在先控门。而且他这里还必须要快速的秒掉白纸的心理，但是其实2块板子一踩是有机会可以打倒了。怎么说？小门拐角跳，快摸到了。那最终也只能通过渡压去拦截其中的一个门了。而且你现在手里底牌也交掉，没有传送，你拦一个另一个门拦不住。现在就是斗武求者很明牌的在打。是。传送落地，大门还有飞轮在吸隐喻，看一下能不能吸出来。这个点位他最后的一丝了，应该是能吸草了。是的，这个点位有个砸板的机会，看一下针灸不能让身位。针灸也知道。不过这里承载是选择把板给下掉了。下板，看一下这个砸板能砸到吗？哎呦，想进板去交隐喻还是比较可惜。如果这波没有交隐喻砸到的话，是有机会能够走地窖的。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往前走，去趁他在戳这2下的这个时间去走到下一块板去。对的，那不管怎么样，让我们恭喜斗武获得本场。我可能就调整不过来了。是，东城这边也是果断掏羊，毕竟打这个阵容的话，突破口还是很多的。一昧的求稳的话，只会给到对方。古董上这2手其实都是羊可以去追的嘛，看看他的决策啊。当然了，一般来讲我们肯定优先找这个幸运儿。是的，因为这个角色，看一下东玄选择，果然还是找神坠。那第一个道具其实还挺关键的。是的。怀表的话会比较有操作空间啊。感觉没歪啊，直接拿出了一个怀表。前置羊的话，利用怀表呢，基本上是可以稳定的去废掉一个笼子的。对，而且东玄也是老跛脚羊了，他肯定不会硬抓，硬抓你中场其他3个人都可以修，我反而要干扰你中场人的破译，再来追我想追的人，这样你密码就慢。哇！第一个刀给的特别快啊！他这边的话是身位把控的很好，这个板区极限的一个抽刀。那这样的话，可以等他2段表摇空以后。砸了，再去交围龙，但其实不亏嘛，因为我这个笼子是没有交的，而你的道具已经交了，而且他也听到2楼的这个古董商在破译，插了个窥视者，这样古董商可能得换，或者说下来帮一下。是的，这里的怀表结束，一个8字过来能拿刀，哎，好飞轮，但最后一点时间，过了一个围龙的时间，再补一个。这波操作很灵性啊，但是这边慢翻就比较尴尬了。但同样的前期，你看中场的魔术师被赶走了，然后古董商跑到2楼去修，又被窥视者赶走了。所以说求生者密码机整体是非常慢的，等于没动嘛，对吧？你3个人半天就修了1台左右，而且这边的一个大副的位置，其实他也是知道的。交怀表也是想稳救，这一波尽量东玄是不给求生者无伤，把优势握在手里，这局就正常打，我就觉得是求生者挺危险的了。哎，赌出来了，那110的愿力了，快。这里的话也很难进行个26啊，应该是让幸运儿去倒在一个角落里，看看要不要让古董商来进行一个陪跑吧。反正现在就是知道监管者愿力没怎么交，是不可能进行倒地 OB 的。东玄这里也是早一点开出自己二阶，但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你这一局如果选择把这个幸运儿给2波给卖掉的话，后面3个人可能很难去挡住羊的2追啊。但是没办法呀，不得已而为之啊。
这一把的话，必须来再套个化险为夷去拖时间，不然密码机的话，你卖人也修不到哪里去。对求生者来讲，你现在去打一个减员的话，肯定是非常劣势的。我看一下第二波的一个救援，魔术师看有没有机会无伤救，他其实有机会，但是他选择多卡一会儿，再拼个围龙，哇，无伤了。这样的话要打一道幸运儿。可以看到我们场上的密码机，这个人要挂飞了，也是将近修了3台半吧。而且倒的比较远的话，哎，这里还是跟丢了一下脚印。倒的比较远的话，挂人也需要时间。可以用龙子挂，他这边直接交一个围龙，然后把人给牵过去。等围龙消失，一个时间，然后把人挂上。很关键的就是这2波套化险为夷，状态上都没有很多给到监管，是，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救人。所以说后续扛压也是有一个容错在，不至于光速被秒。会加速也出来了嘛？那2楼的密码机是最容易被干扰的。再来逼一下李宝，怀表应该是可以省一省。围龙8字楼钻到脸上，一个反钻。韧度很高，但求生者也知道怎么应对啊。这边不过修了2台啊，因为2楼的密码机跟墓碑的密码机都修不了嘛。这一波交围楼想堵出来，李宝的怀表在作用期间其实是不会给这个机会的。没办法，这一波的表是省不了了，因为再不交的话，我倒地打一波手椅，其实压力很大。是，那东玄也不能走啊，因为外面是新起了2台，他走了的话，李宝直接补这1台，他无论抓谁没办法秒掉人的情况下，密码机还是够。对，所以说他还是得盯住这个没道具的大副开门战去针对他，打一个多抓。你要先追他嘛，然后看能不能我去打一个手椅，而且我手上有底牌，看门战的赢面是很大的。这个手传，他是想打一个大副开门战，没自愈又没道具。然后再守一会儿密码机，把自己的一个战线拉长，多逼点求生者道具。是，看能不能打一个疲于奔命啊，还要尽量把自己传送拖出来。哇，这叫双围龙，把你困在这里，抽一刀。抽刀，想打3连棍。他这边直接通过止戈可以强亮密码机了。哎，再拆掉，让他走到密码机面前就需要时间。哇，东玄。完全知道猫猫心里在想什么。是的，就是不让他修2个围龙，强拖了16秒。古董商走到密码机边上就被传送走。那现在这脸上这台密码机是很难修的呀，只能外面再起一下2楼那台吧。错，这一会儿，但是因为刚才也消耗了很多的愿力嘛。哦，想去补马路机，马路机其实也是很多的。这里是大副摸了一个镇静剂在扎了，骗一下，要放围龙，看能不能把古董商给击倒。但是远猫的这个操作实在是太灵性了。对，无论是钻楼还是这个哇，机关枪的命中率都是很高，密码机快压好了。他在这个笼子里面真的有点游龙了，抓不到他。那肯定是冲着这个李宝去。但你现在的一个愿力不多，而且传送的话差10秒钟。路的话其实是有魔兽棒操作空间的，这里得尽快的去处理掉它，然后再利用自己的一个传送去争胜。对，他也知道现在敢点门的只有古董商，而古董商点门又比较慢，这一波钻过来直接击倒魔术师，传送也好了，要不要传？60直接传，因为不能再挂人了。他这一棍是轰了一下，对，第2棍补上，这个门的话进度肯定是不够的，手上也没有道具了，很危险啊。飞轮也没好，这一波如果倒地的话，还是很有机会多抓的。我下板想把博雅卡到对面去，但是还是没有卡到。大副没道具，不敢空场啊，他只敢点门去跑一个，因为他也很清楚，东玄挂上古董商以后，肯定是要去留意魔术师位置的。这边赶紧利用自己的围龙管到另外一个门，因为魔术那边已经起了。这波如果去管门的话，那就给到魔术师去救人的机会了。那得抢一波时间，有点。哎，门刚开，打一刀，而且没有愿力的加持，这一波打不倒大副，魔术师还能救人啊。是的，另一边门是点很多的，但他很难去博弈啊，因为这里魔术师离门太近了，如果他不直接过来的话，他也怕魔术师直接走。这波魔术师假如有机会把门点开的话，有点危险，但他也没有道具了，得抢点80的门。应该是能够拖到古董商走的，走另一个门是没问题的。是的，
平局对于求生者来讲，现在是拿到了，再做一波车梦，对，再拖点时都可以给他间嘛。困下来。维龙可以把他直接弄下来。其实东玄这把是有点想要去4抓，他想把大副留下来，然后另外2个人也刚救下来，位置确定又走不了门嘛，不然的话这一波肯定是去找魔术师会稳健一点。就还是最后那里的愿力不够嘛，因为当时到门口了之后，他是还要再拆一个龙的，或者说你后续的一些地图好的一个情况下，也是比较容易去发挥的。看得看什么图嘛，对吧？比如说我拿一个不归零，或者说我拿一个红教堂，那这种比较焦点比较密集的，或者空地很多的，对于我的双惊喜来讲，我就比较好发挥。这里也是选跛脚羊，那就是看一下了整体阵容。这个选点红结合，说我觉得他们这个选点挺有意思的，因为你这样选的话，好像不管接管者在哪个方向去封锁密码机，都不太能够干扰得到。你像弓箭手这边有2台，然后魔师呢，它也是可以左右摇摆，以及你看到啊，这一局的话，他是直接选择往独栋的方向以及中场过来压一下，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我不找木偶师，而是先攒愿力去追击这个弓箭手。是弓箭手的话，就只能靠自己啊！你看其他的人也帮不上他，反而是他要保护好自己才能去帮别人。没错，前期愿力不多也不着急，毕竟有秘弩龙骨弓加在一块是很容易废一个围龙的。其实感觉上来讲的话，弓箭手他这个道具的释放的时机就比较关键了。秘弩，往后跳，再哎，龙弓箭骨弓有点空了，这个板还能搏一下，但是他放弃了博弈，啊，没有假射中。装钻。但是笼子这边，因为他这个性感炸弹要爆了嘛，所以说先把这个愿力给拆掉，是。这样拿到1刀，兴奋也好了。那你现在这个道具直接就比较跟呗，难操作了。我觉得有兴奋可以直接跟这个围龙，是的，是的。还是比较打得很稳。他也知道弓箭手飞轮也好了，要放鱼龙，再钻过来。哎呦！但这边他这个比努是撞墙了，有点卡魔。是的，因为你可能视角的话，你是放在监控者身上的嘛，比较可惜啊。只要没有吃出这手兴奋，那你很难进行一个2-6了。但同样的，其实外面密码机相对于上一局来说干扰的较少，因为目标都是比较明确的。虽然中场走了一会儿，但其实没怎么赶出大副多远去。是的，他们这把修机明显快很多。而且佩佩前期追击来说是比较求稳的，这里得打大副，没打到的话，那无伤还给26。是，最好还是能够先摊大副1刀，然后再追击这个弓箭嘛。佩佩追弓箭真的是非常非常之求稳，他不给你任何一点操作空间去废他围龙的机会，对吧？他的思路就是我通过一个强追击，然后再去辐射到你后续的压力。把该处理的板子这些也是你的操作空间，所以也给先处理掉。这样的话，你的操作空间就很小很小了。是的，反正就是保证你是没有2-6，要优先减员的。哎，这边好像直接拦到了木偶师。有车哦，2个人得在这里夹缝生存，可以打1刀。其实这里可以打1刀，打了1刀他走不出去。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无所谓，交了路易也没用嘛，你打了也是白打。现在的话是可以考虑摊一下木偶双倒，这个时候他交不了路易，但还选最稳的一个打法，先找弓箭手。我其实感觉很难忍住去刚才摊，就是不摊一下这个木偶，因为他手上毕竟有兴奋嘛。他就算刚才交围龙去把木偶师给打倒的话，感觉弓箭手也很难进行一个3-6。但佩佩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先减员以后，哪怕你差一台整机，你3个人运营的情况下，我只要把你道具耗的差不多，开门战留个传送是有机会多抓的。是的，他这把任务并不是说我必须要4抓，而是只要能突破求生者就行。是的，而且他能够先减员的话，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起码说你就没有什么3跑的面，很难有。手上有底牌，满愿力，看一下，哇，很流畅的一个围龙，直接逼到了末世道具。但远这里也是反应过来了，是要先两边拉扯一下密码机吗？不，先处理一下末师，把他传过来，但这一刀没命中。是的，远一定要就是倒离这个墓碑，因为墓碑是最后一台。但是这边也选择不挂人，直接交传送过来，打一个短暂的拉扯，把大副表给逼掉。这话还有表。是的，那他现在任务变了，他
拿不到这刀情况下，他不能死抓，死抓另一边兴起的密码机也能修够，他是没办法把传送拖出来的，他得像我上一局说的那样，把自己当个暗杀位，就是我站在中场，你其实两边不太敢修的。他其实第一波没有摊到大副，我觉得就有点伏笔了。现在得回去了，不能死抓，死抓的话，无论魔术师还是木偶师都能救人。如果死抓的话，那就是想开门战，针对没道具的大副，快速收倒以后，再看能不能拖出传送来。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去控场的话，愿力也不多了，所以还是要先追一下大副，起码要起一波上挂节奏吧。这时候他没办法再拖时间了呀，他除非不挂。这边有一个地下室啊，有地下室，用地下室去打一波开门战的手语操作，其实是比较优的。但是如果地下室要手语守出节奏来，必须交围龙，那就是交愿力。有没有可能就是我给你救下来也没关系，我利用围龙卡住你的身位，然后打一个大副的针对呢？有回光返照，就看求生者怎么去理解这一波了。有化险为夷，这里是可以考虑双龙去拿刀的。针对大副先不亮，先让魔术师有机会去贴到门。反正大副的话也是要多跑一会儿。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开门战的话会被击倒的很快。交一波围龙的一个预判，在短板区的博弈，看一下。这样的话，至少是魔术师已经提前贴到门了，两边门一块点，无论一会儿佩佩去哪边，另一边都有机会过来。但是还是要先管脸上的门，对，毕竟他这边过来的话也比较快，交传送。看一下魔术师的牵制啊，这边绝对不能被秒。魔术棒，是的，这个板区还是比较能去操作的呀，骗出来了，哇，那感觉倒还比较快的。而这个时候佩佩也不着急，因为知道你去救人的话，门是没有人点的。大概率是大副去点门，然后木偶是他能挡挽留刀的，他能够慢慢的去排一下你救人的这个人的位置。哎，一花也不点门，对，一花也想绕过来卡，预判你去追木偶师，然后我过来救人嘛。是因为另一边门也没点嘛。对，他们其实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是因为魔师是一个一挂嘛。甚至来说，这样打不光有平面，还有一点多跑的可能。另一边门是点了很多的，只要把魔术师救下来，愿力不够回去，那就看木偶师发挥了。是的，但这里地窖离得太远了，太远了。但感觉木偶师应该是走不掉了，他这里的话吃了太多压力了，对，已经被卡住了。除非他现在想去管门。那木偶师的位置应该也很难转走，因为他在墓地最里面嘛。挽留快结束了，他怕他找不到。这两个围龙，木偶师在脸上，没关系，还是看到了。大副也在护魔，一会儿两个人可以等挽留结束来扛啊。然后暂时是没有愿力了，挽留还有最后的一个15秒，还有一个围龙的愿力，这里看一下这个围龙怎么操作。就看这个路易能不能废掉这个围龙了。哎，失去还是被打到，没有打到砍到刀。求生者虽然状态补满了，不过这边倒地的话，我可以挂地下室那其实没有太想的真的说法。如果要来争，攒了很多愿力还有传送，反而会给机会。那第一回合就是个平局收场。错，但是我放一个夹子，你这个车就从根源去解决了，根本就做不了。一做的话就会被夹住。对的。何况他也有一定的手影能力啊，就2个博弈点，其他角色可能就是一个平 A 博弈震慑，但是他是有机会钩子勾到震慑的，掌握住求生者的心态了吗？被预判了，对，他甚至还防了一手什么的，就是你把心理藏到终点，因为他觉得我路头起。好，2段钩直接贴脸，心理这边想拉点也比较难拉呀。而在利用自己狩猎本能的一个加速，基本上是直接赶到脸上。是，那这个位置钩子还在冷却，滑梯是万万不能上的，滑梯一上去很容易震慑。刀了，说实话这个位置。哎，这个走位扭。哇，他其实勾到人跟勾到墙应该都能拿到，都能拿到，但是空勾了，就是空了。对，那很可惜啊这一波。那这样带到猫猫脸上。哦，还一个漂亮的博弈砸头。没事，鹿头的抗性是比较强的，就赶紧勾。极限勾到了空军，对的。那现在我觉得抓空军好了，是的，因为心里你第一刀开的越晚，
反而他的一个牵制时间可能越久，你还是想抓心理吗感？觉神队这边有点太嚣张了，往脸上走。所以其说实神队是故意的对，他帮空军扛压，因为他很清楚现在他就算是光速倒地，他也有32秒的一个牵制时间，对，而且就算我一在刀倒32秒以内还有应急倒地，对吧？也有应急，是的，够到了。然后吃一刀，赶紧往前去拉。对于球队来讲呢，外面这个空军能够去补一下状态，其实也不亏嘛。那拖慢了一点点密码机速度，这个车不太好上，而且前面有点卡膜，感觉又要给一刀了。勾过来能扛住吗？哦呦，刚过，这个应急很关键，差一丢丢就直接倒了。直接坐车。移形来了，这个移形基本上都是抬手都能放到2战的，这边有机会震慑，但是应急还在，不着急，还是要等应急结束。是的。猫猫这里怎么踩了个夹呀？他应该是要过来帮忙开枪的。那这里就有点小亏了，不过还好啊，夹子的一个实验是结束了，直接切吧，远距离有点没的一发射防。没有想到，可是这个障碍物也能打，这边是求生者专门研究的一个点位。不过帮忙扛钩了，密码机的话也是比较慢啊，因为他们2个人一直没有修嘛。故意的，看你打不打，打着空军我还能去坐车，这个车是好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打法的话会有点问题，因为这个密码机太慢了，而且你给鹿头开出了2阶，那后面他这个追击已经质变了呀。但同样的就是战局拖得越长，你破译加速来得早，然后空军是他比较耐做的，后面也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扛刀去逼换挂。我是觉得求生者他们这一波付出太多代价了，确实代价很大，对，但是无可奈何嘛。前面这里看空军能不能再多拖一会儿了。一直在走位骗钩，走位又骗掉一波。是的但申俊应该有机会绕了一刀，要扳去博弈了，还好。抽到了一刀。他其实这个2阶钩被废掉，确实是有点亏。 3台了，那接下来就可以预知到佣兵套个化险为夷，然后气象第2波救援的时候是可以死扛的，还有强风帮忙推一推之类的。所以他这把肯定是不能坐以待毙的，他要往外去压。主动出击，或者说在手椅上去创造一些机会。没有防到佣兵的位置，佣兵这里是故意绕了一圈，而且弹了个护卫过来的。第2实验室发现了，看一下够到佣兵，但这个位置稳稳的救啊。他肯定是没有双倒之类的，但是直接换节奏传到心里脸上，想去打一个你没化险为夷。对密码机是不能让你修的，因为现在肯定是飞轮尽量去杀遗产，但是你有飞轮就不一定有弹射，没用，这里还是要倒有弹射就没回光返照。然后他可以同时管住这个半场的2台密码机。刚救下来的空军就只能起心机，而你佣兵的话又在同一个位置，你得去补遗产，也得跑一段路。是的，我帐篷是被点亮了，所以说只能压一台狮龙的。但同样的，其实现在2台机在修，我觉得梦露是可以卡满救，如果能卡满的话，卡满就救一波，然后死扛。理论嘛，但我会逼你救。对，直接压出来了。强风哇！周璇有意识的在防了，但是梦露也知道你在防，所以他是第2手，这不能无伤啊！好亏。没有选择无伤，还是想卡满。主要这样的话能够给外密码机时间拖够了。主要是身距太远，梦露也不确定你会不会空钩。如果他要过来救的话，有可能就是被逼救。如果这里有钩子能逼救，打一个心理的针对的话，还能减员，但现在已经有点来不及了。那现在就是我说的气象救了以后死保，最后2台密码机，你看其实70多，强风空了。他其实把这个人救下来，密码机就要压好了，得扛，还得扛。不扛的话，你光一个心理估计是撑不太住。你没技能呀，对吧？用命去扛，勾，然后再换。那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让神坠救，对，直接另一个人直接贴门，秒贴秒救，震慑开。然后气象这边有道具的，每个人自保就行，但心里没飞轮的话，一旦钩，但是这里钩又空了，又空了。这局好几个关键的钩子没有命中啊。是的，把心里死死的架住，但是击倒以后，这个起点门是稳开的呀。这个板缺还是在的，更何况这钩子不能再空了，还好，终于命中。他即使传送到起点，但是要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气象他没必要走门，他可以走地窖。他这里很细节，他倒的最后一瞬间他翻了个板，是让你绕一圈挂人，把门给时间给拖开了。他到门口2个人走门，1个人走地窖。送过来，2个人已经出门，那边直接奔着鬼板地窖而去啊！要3跑了，队员这边反应过来，但是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这一把可以说求生者他们确实这个配合做到的是非常到位的。对，刚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嘛，你这一局的话，你的前期追击是有压力的，而且你要去保稳的一个情况下，你可能会去带一个挽留，对吧？带挽留的话，你张狂是锁死的。我是有机会快速拿刀的，而开出一阶以后，你的道具就对我无效了。你拉再远的距离，我都一个空中飞人能迅速赶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监管比较期望的循环。那就看一下这一波 solo 了。飞行家不光是高喷能够跨越模型啊，它其实就是普通的飞行器在这样地图也能操作一下的。对，但这边双重惊喜也是拦住了他的位置，可惜没有上到球啊。一下都没上到吗？哎，大失误，有点慌张了。从2段就看出来了，那只能短板博弈。这里教道具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按错了。其实就是双重惊喜已经用了，他就完全可以走路先跑一段，对吧？那你像他这个道具是原地教的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没想教，但是按到了。啊，第2个飞行器交出来，但是第一刀刀给到架住了。对，这位置很差啊。哎，没给到。飞轮的张狂的一个解锁之后就会比较难溜了。飞轮，但是这样交飞轮的话，后面就没有去规避伤害的空间。他这个球也没挡掉，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是。还有第2段那个双惊喜，这刀没有拿到，还行。在板前的一个博弈，他抽到了。他这个牵制，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一个进步空间，对，很多的一个点可以再去操作。有点慌，可能这面对这个喧嚣区压力有点大。已经通缉到佣兵了，隔墙想上2个标记，没关系嘛，也是拖了1分多钟，看一下佣兵的救人，这边弹过来。是佩的话，肯定是要想办法去拿这个佣兵的双倒的。往脸翻，可以先给一刀去打双倒，来摊一下。站一个万拉开还要跟吗？双惊喜有机会，因为他移形还在手。是的，所以说他1能逼道具，2后面移形能找到。哎，可惜差一点。但我觉得现在你真找不到了。摊的有点久了，但没有关系嘛。还能找到吗？基本上也知道你拉点的大概的方向。对，这边还是看到了，而且你飞行家道具其实打空了，3个都交了。来，火箭拉到起点，但是我可以双击把你打断，看一下能不能利用红汤给你远程打断。能不能坐车？他这边的话是直接空中飞人飞过来了，那你这个陪跑等于也是无效陪跑，其实没有拖多久。差一个2击倒了，斧头有没有选择过来去炸一下？节奏的话，对于求生者来讲还是比较崩啊。斧手得再掏个化险为夷，还吃到了一个通缉。这2个通缉都很关键啊，都是通的求生者刚好要救人的2个人。到救人位，不过枯丑的话应该是打不了双倒的，就是这个状态还是要掉的。不谈了，先减员。是的。这样的话，先把飞行家给淘汰掉，因为你现在要让库手来 OB 也不太可能嘛，风险太大了。万一你没 OB 神，自己道具交了，后面也成为一个续节奏的目标。我把这个人挂飞之后，移形也快好了，而且佣兵是一个没自愈、没道具的状态，所以说这把的争胜面是非常之大的，可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4的机会了，这把。玉林也不敢在起点抗压呀，毕竟他也是半状态。到了佣兵，就看他第2波的一个节奏怎么来接了2个半状态。双惊喜盯到了玉林，还有最后一个火箭筒。最后一个小火箭啊，但是不选择去鬼板找，想要来看一下鬼屋，没有找到位置。他想去找君少天。你说他是不是想打残一下这个？哇，这点位。听到了，你要翻，打残一下火灾，然后等一下去找那边的一个佣兵的节奏。但是他不是底牌，他没办法传过去，他只能移形过去，移形又比较慢。还好，哎，但是这边火灾千万不要被秒啊，被秒的话就糟糕了。少天这2波其实气囊都堵得特别好，对他对策的还不错。这样佣兵也被辐射到，不太敢第一时间修。但火在这个位置岌岌可危，要倒了。起点已经修很多了，然后佣兵摸了个护腕，他也是可以完成救援的。佩应该是要尽量牵过去，他可以不挂，
他移形去抬起点，把这个人丢了，那他挂上再去移也可以啊。有点远吧？能挂上吗？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没带快摇，这样的话，你起点站的预不点还是要敢修了被辐射的，而且他这个移形甚至可以省了。你佣兵过来的话，我再考虑交这个移形。你佣兵不过来说明就是终点那边机子没动。对，我的道具就不用交了，停摆了。现在酷手这个火箭的话，填交掉。移形回去守乙，而佣兵这里只有一个护腕，大概率是很容易双倒的。对，那玉林只能去想卡满救回，头修机，然后佣兵这边拖他的一个休息时间，但是他没有任何道具跟自愈啊。佩佩这里肯定要压迫着你玩。再来一遍，飞人，梅开二度，直接这里打倒，甚至有可能这要有救双手，可不下能直。接救不下来了，救下来也没用啊。问题是救不下来，把这个人一牵，那四抓局来了。因为苦丑这边的话，他不管亮不亮，他也救不了这个人。没意义了，亮了也有挽留。是。佩佩的话现在很沉稳，把这个人往龟板一挂，锁定到你苦手的位置，那四抓应该是这个板上钉钉了。他只是想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先把佣兵救下来，但是有双重惊喜的拦截，没机会，不给机会。道具被打得太空了，还第二是回合就是一个 T 的把比，对吧？你这个你是没办法处理娃娃的吧？喧嚣的话确实很难去处理掉这个街市，主要是你就算抓得很快，只要外面有一个娃娃在修机，那你第二波的一个节奏，等你去找人的时候，可能密码其实只差一个半台左右了。就其实啊，一个阵容里面想要保平，在双11先拉一会儿点，拉到大门去，然后把娃娃留在双11是的，OK 的。是的，是的。不过我觉得他选这里的话，这个密码机可能修的没有那么快啊，因为有时候双11里面他不一定会双2台密码机嘛。好，因为这个位置的话，离街市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里直接过去的话，沈哲可以选择一个拉点。对呀、娃娃然后赶紧藏起来，然后本体双弹飞轮，能溜多久溜多久，外面拼命修。东学他目标其实很明确，但是他很难直接找到街市的本体。而且这里被李宝卡了一下脚印，娃直接当面修吗？哇，胆大包天了，这个娃娃。双重惊喜，哎，差一个，那你还绕场切木还得交。那把娃娃直接处理掉，还能去找到街市的位置啊，不亏那机。械师可以在木屋再放一个娃娃继续跑。但我觉得相对来讲，他这样直接修的一个举动，还是给到东玄一些机会的。这样的话，我可以快速解锁自己的空中飞人，然后赶紧去拿刀。守墓人也没办法修嘛，选择留娃。是的，但直接被上到了球，这样而且打，这样的话把飞娃娃直接轮打掉，飞轮也没有消掉球，那感觉可能要连吃2刀，这位置很差。用小神位去卡，这敢哇，翻的，艺高人胆大。这不敢了。是的，还在骗翻。一下子上2个标记，那下一个双重惊喜看能不能就出到。要直接倒了，还好第二段是没我也有命中躲了一，下，已经牵制了将近3台。我怎么感觉刚刚把想直接娃踹跑了，可惜他是很有机会秒机械的。对对对，当时他如果秒快一点，你想这台密码机可以踹但是掉的，神坠这2波大胆翻，真是翻出一定效果了。有点亏了，真的就只差这一点儿，对吧？如果说我刚才在这个窗户早一点击倒的话，我过来把这个密码机一踹，这把赢面就很大了。海侧一踹机械师哪有26空间，而且也没娃。现在的话，他只能去打一个手椅的拦截，但这边拦不家也了一点。有道具嘛，对，血线不重要，化险唯一能不能套场很重要他。能不能摊双倒吧？摊双倒也比较重要。封住技能，技能也刚好在冷却。然后再去找一下街师，街师根本走不远。再弹射去拉。位置但感觉也是牵制不起来的。进板，对，对，我们已经贴过来了，但是这个密码机的话，现在还差1台半啊。感觉压满给一波化险为夷的话也还行，基本上也能修完。主要还是这个市场用不出来，这把有点太劣势了。市场如果能用出来的话，这个节奏会好非常多。拦一下，但是守门人这个也很难拦住。
这里博神射吗？打一刀，还是没忍住，同学对想抓这个你救人的 timing。是的，继续摊一个双刀。没办法，他毕竟他要4抓嘛，对所以说他一定是能摊则摊的。 T 这里就是我前期我是一个拼搏的过程，到后面我就求稳了。哦，哎好飞轮这里还规避掉一波，掉一波但是双重机甲还是拿到伤害。第2波打到了，底牌切船去守，但是求生者已经拉开了，准备多修。就你看 T1其实是做好了应对这种突发情况的。对，他们是不会着急去抢梅尔基的，而是作为一个3人拉扯，过来梅尔明，你说吓不吓人？对，保证自己能走一个。你现在还不能不管这个梦露，你不管梦露，你去双11守，梦露又回头又去修了。对，然后这台密尔基已经有1半了，所以说现在确实是比较难去处理这个节奏。双飞也没有飞下去，还要多翻一个窗。这个时候就是守墓人可以倒，然后杂技准备救守墓就行了。是的。 他只要选择来了这个双11的话，就比较难了，因为他等于那个传送白交了。对，而且你技能也暴露了，你看这是没挽留的。把守门人打出来，但密尔基已经摸到65。那现在就算击倒了之后，这个节奏也比较难去争4了。杂技稳稳救人就行。对。甚至一会儿开门战的时候，脸上2个人的牵制能力都很强，杂技有球，守墓有铲，没挽留，甚至有3跑面。是，而且你挂过来的一个时间我也够压好。你去管门的话，你飞行家那里道具也是够的。这样走的话，那等救下来一亮，亮了，那边去点大门一点，飞地行家也有窖在哪儿啊道具，3个人的地窖就在小船。那这里肯定是知道的呀，报个点往小船去溜。是的。 现在3跑的面非常大，只要这边飞行家能撑住，那边点门，喧嚣现在的话你没有挽留，传送第一线也没好，根本就处理不了。但是这一刀拿得很快，应该是不太给机会多跑的。对，还是有机会平。就他也特地留了空中飞人，他刚刚选择翻窗嘛，就是防止你有技能拉开距离。再交传送，知道你没自越。飞行家这边得爬，是的，扣一个红球。 很难去打倒，打不出来，打不出来，没挽留。就算你有挽留打倒了，那也至少跑一个，也没有用。对，那看一下飞行家能不能爬到地窖吧，这里还是比较远，有点距离。还有一个空中飞人，哇，好努力啊！有机会吗？太远了，太远了，离这个墙太远。定一下位置。是的。 这样的话，保到了一个平局，其实就已经可以恭喜我们的一个 T 素质拿下了我们的一个。就特别是上个赛季的时候，每次苏打一上，我都在想，对方肯定搬蜘蛛啊，但往往就是对方也不搬，然后他每次都拿蜘蛛，就是每次你都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名牌绝活蜘蛛了，但是呢，求生者因为你搬不到，对，怕你的摇摆局到你的一个安呀。 那这个区域选择是冲着大船心里去，大船蜘蛛的可以说他家一样。你这个位置其实也很难跟丢人，他基本上上大船就行。对，这个选点是固定的。太有经验了，你这个方向你有且只有一种转点，就是往这个大位拉去拉，对，去玩这块单板。也没有自己造弹射，但我觉得不会兜一圈回来玩的。 大船的话，还是打蜘蛛，还是不要去了。对，得转点。他想让蜘蛛踩板，然后往双11转。苏打也是先把你夹住，把你弹射逼了。捡了个教授的鳞片，说不定一会能挡个加速刀。前面的话要交2层丝，交了3层，哇，硬打。这是其实看似就是很普通一刀，但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心里说你看到我有鳞片，你不敢出这刀的。苏打说你猜我不敢出这一刀，那我就出这一刀的。老千层饼，来回博弈。看一下第2刀怎么去拿吧，因为现在蛛丝的话也没有很多，2层，第3层得接。前面这个鳞片可以交，我等。哇啊！又是千层博弈，又是千层博弈，看似就是普通的一刀，但实际上我们会说他们博弈了3层。心里也知道你这边会去骗嘛，然后他又不着急去交了。反正我与其被骗，对，那不如骗自己。也不是骗自己嘛，他就是你不出刀的话，我也不好交嘛，直接交闪。哇，
很完美的对策了教授的这个鳞片。但是你看破亿3台了，这就是心理的魅力，你知道吗？他其实走走空地，弹射，跑一跑图，3台了。然后空军还能开一杆枪给26。是的。如果就是让大家推荐一个第5人格新人玩家最适合的求生者，我会推荐心理。因为这个角色的话，他好上手，他技能也不难，就等于没有技能。我就吃刀嘛，多吃一刀蹭个丝很细节，再开个枪，然后再去找一台机子修。然后，但因为有抗性的一个天赋啊，这边心里也拉不远。架死了，而且没有化成唯一的话，拖不出20秒稳定的时间啊。可以挂回去的话，节奏就会差很多了。他不要守这台大的遗产，他要去守后面你求生者要修的第2台。对，这样的话你求生者还得跑图，等于是你怎么都差台整。因为你大的遗产你守不住，对吧？这台少的话，你反而你修不开。摸箱子，不用管，吐一口，吐到了，不管还是摸，再来吐我就救了。那应该是继续打一个针对。吐一刀，还是想去博弈一下。那守门人想要继续扛，溜不了，就是倒走，倒走。然后求生者补状态。因为他们这把的话想保平，就不给心里一个36的机会。那对于苏打来讲，他这个蜘蛛越到后期，只要减员之后，他越猛啊。他可以攒啊，他是拖得起的，求生者拖不起。你看求生者这里唯一一个道具可再生的是谁？教授，我不看教授一眼，这把跟教授没关，教授就修3台就行了。所以感觉上来讲，不过确实也不好扛啊，这只是理论。就理论，如果说能换命的话，才有机会去争嘛。但如果不能换的话，那你确实你这个后期只能说先奔着平鱼打啊。主要是心理这个角色，你确实他也没26能力，对吧？空军给的26能力，这个愤怒也能抵消一部分。这个时候就再推荐一个新人适合玩的角色，哎，小女孩，你就不用自己溜了，对，找一个好朋友让他带你溜。队友靠得住吗？哎，这样把被动打掉，看一下鳞片博弈，打到了，挡到。那这样教授就很爽了呀。是的。不过现在没有道具，它也是不好牵制了啊。但丝是费了足足6层之多，而且前面转点到木屋，那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比较难追击。只能继续换，求生者在补状态。这个时候苏打就是拖技能，拖蛛丝，拉扯，去消耗你的道具跟状态，然后我自己去攒。他是其实觉得教授不敢回去扛压你可能倒遗产，然后其他人都是一吐一倒倒。因为我觉得蜘蛛它这个就改版之后的一个设计是特别成功的，就这样慢慢的去积攒自己的一个蛛丝，给到自己一些空场时间。这个吐其实是预判了异化的走位，准。然后有一个爆发跟缓冲这样的一个抉择点。2层、3层来了，哇！打断了下铲，完全下不了铲，太快了。空军不好救啊！空军他是一吐一刀，而且这是个什么地上椅？加上他空军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就我喜欢把一些这种没什么26空间、椅子周围没什么交互点、博弈点的地方称为地上椅，就跟它跟地下室一样。你救得了，活不了。哎，一个护腕弹过去，但是机子还没压好，如果吐到就死了。但还好有飞轮。对，我问题就在于你怕空军被针对。那不着急，他就攒丝，攒吐，再吐一口是3层丝。而且守墓人身上是有缠获蛛丝的，现在这个交互跟移速被大幅的一个削减。不过还有自己有一个铲子，直接下铲然后开密码机。那他可以先去大门，空军是当他面交过道具的。你这个飞轮交掉了，枪也给了。而且是你海绵压机离角门特别远，跑过去30秒。是的，所以如果说这里能迅速的处理掉空军，还能有一个传送3抓的机会。空军已经没操作空间了，要不再踩一个板吧？板子不踩好像架死有点难。给了点求生者的机会。还行。 2层丝很快，那边的门还没点到，
还没到。不过有人从大船这边过来，对，他是让守墓人大门的人去点小门，然后让你猜不透教授的位置。打一个救援。教授这里是完全没去过小门，然后再绕到大门去。苏达这里的话也很稳，第一时间不传，第二时间的话再过来。完，但是守墓人还有一点铲，他不知道铲的多少，所以还选择求稳打了。那这样一花，但应该也能意识到，就是那边有人去救了。对，第一时间救了以后再点门，看一下这个蛛丝量能不能来得及去大门啊？还是比较少，这边也就2到3层丝。但门的话没有摸到，还没摸到，蹭个丝，对，刚摸20多的一个进度，应该是很难，这距离至少还有120米。想要赶过去的话，最多到门口。目送，而且教授还能扛挽留刀。对他，除非说蛛丝是满的，对吧？不然的话还是很难过来。吐一口，这样的话，求生者也是顺利出门，拿到一个平局。那这样的话，让我们恭喜 T 速拿到了我们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而且是主要是之前喧嚣确实这张图他打的是真的非常好的，对的，我们看到就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点位吧。那就看看这局淘宝。对，那这样子的话，起追的第一手节奏会比较快一些。那菲尼加这个2楼点位，我觉得河道这里不太好追击啊。他可能得先去干扰修机，然后再去追击这边的弓箭手，还是得从开局先往中场这边进行压迫。就目标其实还是要看一下绿河这边，哎，但是或者说他直接追这边的回忆。对。但是我觉得守墓人现在其实这个版本大家都很会去操作了，就不太会说给到第一刀非常快的一个节奏。来看一下这边震颤出来，但是距离好像被木兰挡住了。对的，这个震颤的位置好像把握的不是很好，是被挡住了。那这样子的话是没办法进板，所以给到了第一刀非常快。然后现在铲子进入一个 CD， 能不能续出第二个铲子呢？看一下，感觉要红糖去封住技能，不让进铲。那这边处境就比较危险，找了一个机会点，把这个铲子下出来。哎，还好说在这个缝隙中是成功进铲了，拖了一刀，但也是瞬间被打出来了。没错。双击起好了，再给上，还在牛，但是倒地时间非常快。这一波，这波的一个震颤从右边的一个木兰被挡住了之后，导致自己没办法进板，就有点很难牵制了。开局时间不到60秒就已经成功击倒了这边的守墓人，但好在求生者这边还有另外2名求生者携带了化险为夷。对的，对的。那这边看一下过客压过来，魔术师的救援的话还好，因为有魔术棒又有飞轮嘛。魔术棒先骗一下。然后迷惑一下走位，给到双球，伸出到后摇，先把人救下。但这边的双倒风险是有的，手上有飞轮，先不贪了。对，回头还是找守墓人。那这个铲子的话，可能也是不太有机会能下出来了。对对对。然后这边带走这个遗产密码器的位置，然后让空调这边提前过来，说是卡一下守墓人，再次套上化险为夷。那这一局弓箭手他的一个发挥空间可能就小很多，因为密码机欠缺太多了。对，他得去修机，如果他强行 OB 的话，他就得 OB 的很好才可以。是的，甚至说要 OB 很久的时间。哎，是的，因为密码机的代价的话，你 OB 的话，外面只有2个人破1嘛，这边有一个高空中飞人直接过来拦截一手，背包交出来，但是没有贴到椅子旁边。没错，还是有个收椅的说法。想先摊一刀这边飞行家的状态。对的，但是并没有打到啊。哎，对的啊。那铲子交出，打出之后基本上是很难牵制的。尽量倒远一点吧，就是方便那边队友修机以及补状态。这人给到。另一边的话，密码机在破1，其实总的下来的话就是1台半，但对于年检来说，我觉得这个控场节奏是可以打出来的。对，而且你现在手上技能也好了嘛，也方便你去续节奏。就求生方这边比较好一点的消息就在于飞行家这边没给状态。哎，看到那边电机在走了，直接移行过去。在这边投篮其实已经做好准备，这里先上一个撕裂。空中飞人也不着急交。可能在喧嚣在处理弓箭手的时候，远程的话是不太好处理，但贴近身位之后就有手段了。看手上的飞轮要不要选择交，先一个后侧步、后身弩，飞轮没有交，吃到一个伤害，侵蚀度也拉满。但这里的话，你会发现外面马吉其实动的还是比较快的，对，再挂上一个半台了，对的。那这波还有个飞轮，就看这个飞轮如何规避惊吓标记。对，哎。
后车弩没有上到这个，不过飞轮顶掉了金霞标记。那这一波的话还是化解了这波危机，给到一刀击倒，但密码机的话也只是来到最后半台。赶紧得把人往那边最后一台密码机牵，因为你已经交过异形了。没错，最后压密码机的是空调，这边是满状态的。然后空中飞人赶路过来，密码机能到一个90多的一个状态，那不敢贪了，先拉走。对，魔术师先把这边弓箭手偷下来。这边人救下，其实手上的节奏是有点断掉，那这个时候是给到球员方一个拉扯空间，对吧？对，魔术师可以跟弓箭手调个状态嘛。对对对，那空调这边的话就进行一个扛压。哎，但是他们这边好像是让弓箭手新起了一台，然后魔术师跟飞行家一起给这台大一产压力。是，这对于年景来说没关系啊，现在我就拖传送而已，对吧？对。如果说我能拖出自己的技能，然后进行一个追导的话，还是有机会。那这边也是选择去追击空调，只要再拖下去也没什么意义。看一下背包交出来，双球上道，还有个双惊喜，想起一个上挂节奏，这里有一个倒地的机会了，看一对下。哎，扭掉了。还有最后一个空气背包，不过是被锁掉了技能。那这样子的话，外围2个半状态，这里得让谁来救呢？弓箭手来救，因为弓箭手他是携带回光返照，但是呢，现在可能救不了，因为位置太远，只能被迫直接开。是，但这个开密码机的话，就会导致说有一个比较多抓面的一个机会了。好在是魔术师他还有3个魔术棒以及1个飞轮，所以可以多撑一点时间。空中飞人非常娴熟的上2楼。没有打到核心，但是同样 C 列值也是拉满了。看一下这边板间一个博弈，等一个双重惊喜，双击好了，过板。还有第2段流掉，还有一段都没办法了，直接击倒。另外一边的话，门是点到了一个80多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没问题。应该是跑1个了，最终。对。这一波的话，也是年景抓到了一个求生方拉扯的一个中间时间点吧，就知道你们2个人没有调状态，对吧？选择去开密码机，我从中是盘到了魔术师中场的一个位置。那这样，那看吧，因为我觉得博奖的话，可能在面对这个阵容上面，也是会有一个密码机会过快的一个问题。对你抓机械师外侧幸运儿可以许愿一个机械傀儡，我还有一个机械师，你抓幸运儿，那这，哎，年内这边也是，换了个位置，受到了这边机械师的位置。但我觉得这个区域选择的话，就会让密码机快很多了。没错，那边幸运儿他脸上就有一个箱子，他甚至可以开局就把脸上那个箱子给摸掉。对。好，来看一下这边，先把自己的机械傀儡交出来。就直接放个娃娃，然后跑点盲，非常对同质化。就他这个打法就跟我们刚想的一样嘛，就确保到我场上是有6个人在破译。对你上挂1个人，我还有5个人。对对对，就这种状态。那感觉是意识到了这边机械傀儡已经放出来了，然后继续追击。趁你冤力还没回复上的时候，我赶紧带离傀儡的密码机，再找桃花大师要个迷烟炉。对的，但同样的话，其实第一刀会比较快嘛，然后这边也影响到队友的一个破译。哎，绕过来给了一板子，这个博弈也非常不错，但是对于捏来说也是可以积攒自己的一个愿力值。有围龙交出来，有个短板的博弈，这边8字5位过来，但没办法翻了，给到一刀直接击倒。没错，击倒节奏是非常快的。是的，而且可以压到这台桃花大师的密码机。没错。那这边的话，桃花大师也是要选择，应该要换一下位置啊，尽可能拖下时间，让这个上乙的一个收益更高一些。年年甚至觉得这台电机会有点少，他都不太想踹。对，所以这边先打一手拦截，但这边无形之位非常秀，没有给到刀，围龙也是消耗掉。想再卡一波选择再卡一波。这波的话，那可能会多亏一点状态，不过也行，能多一点场上密码机。是的。先给到一刀救下，选2边带开。那其实你太快击倒有一个问题啊，你时长交不出来啊。没错，他刚才没有选择就踢到那台20%多的密码机，然后现在得考虑打一手那个用笼子挪个尸，然后把对挪过去，对快一下，对。但是你这样子的话，也是同样会面临到你消耗愿力值过多嘛，然后所以选择还是原地挂了。今天是带了一手巨前的，所以对的，看能不能牵到中场附近。其实这一波我觉得对于球员方来说优势挺大的，因为我挂这个位置的话，看一下卡梦这台密码机能开吗？应该是开不了，开不掉。对，然后应该要选择一个换位，踹了一脚，空
了一台。没有选择交飞轮啊。嗯。另外一边的话也是等结束之后过来救，先变一个路易，扛了一刀。看得出来，他们求生者每一位都是非常敢于去扛压的。对。 就拖时间，因为这个阵容它其实就是让机械师去上宇去拖外面密码机的进度的时间。对，让他座椅前置，其实不一定是就是在走地前置，而是座椅前置。对。那这样子化险为夷交出来，好在这一手时长是把密码机踹了，不然的话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密码机的进度是基本上能做到4台同时开的，非常恐怖的。来看一下，那机械师倒地的话，场上密码机可能会只剩最后半台多一点了。嗯，对。 时候，信源这边也没有什么道具可以进行 OV 嘛。但外围的状态条来看的话，其实这局捏捏机会还是有的。对，这就是这个阵容的风险和收益嘛。风险就是我状态会掉的很多，收益就是我的电击也会来得飞快。毕竟就是没办法说，在你每次换抓的时候，我有道具可以去规避你的伤害，是吧？那这个时候我状态条越消耗的越多的话，我在中后期续节奏能力可能就会给到监管机会。脸上是一个卡蒙的心眼，对到怀表一交，扭过去没给到刀。 这个时候可不能倒地，这个时候倒地的话，其实外面马机是不太够的。然后选择不抓了，想躲一下第2段怀表，直接去控场。这的话，他在预判，妮妮在预判另外2名求生者在前面的位置互摸。是的，但是并没有啊。九人方这边是陶大师自己摸了根针，然后用围龙罩住莫武士前去的一个方向，然后一个平地刀直接击倒。那这样子的话。 2名求生者倒是都有道具，可以再进行一波救援。主要是这波上野了之后，对捏来说我的选择很多。为什么？我有底牌，你看，直接传送，一个传送落地，能抓到脸上不状态的幸运儿，但幸运儿状态摸好了，抽刀给到一刀，非常快速。那现在如果被接到，节奏可能不是很好、啊。是的，因为你外围的话一直会有一台空出来，没办法修。哎，那边求生者很细节，桃花大师压好之后，把木偶师救下来，让木偶师治疗桃花大师，这样子2个人状态都恢复好了。对的。 回龙，再去堵下位置，应该一个黑龙没有办法牵制了。这边大房是不是有一个哦？没有地下室，那只能说是再把它往中场附近牵一牵。啊，现在是开新的嘛？脸上有一个新园的机械傀儡在卡着耳鸣，这个还挺关键的，会影响捏捏的判断。对。 但感觉捏捏应该是意识到了，他知道大概率大房这边是接口的，因为开局这边结实交过嘛。是打手拦截，但确实好像打到，但是这边走位非常好，还没给刀，连扭上3次刀。对，但这边的话也是尽可能拖到时间，让队友进行一波救援。那对捏捏来说的话，只能再选择一手换追。然后大师的一个状态条也只剩0.25了，平地搏一下，围龙交出来，翻过去。 你的交互是慢的，所以选择一边来回交互骗，还是给到一刀了。那边求生者还是有一台电机的嘛？对。这波拉扯下来，求生者状态反而是越来越好。是，但主要是有个问题在于你开门战，就是你现在拉扯是拉扯的挺好，但是你开门战的话，其实我还是有争多抓的面，而且你密码机现在是修不够的。是的，我只要去来回管的话，你很有可能会给我抓到机会的。 这边也是看到了卡梦的位置，有机会打一个拦截。看一下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龙交出来，给到一刀，利用这边加速还是能靠近椅子。密码机也是来到了80多的一个状态，哇，2个人同时在走位，还在走位，但是最终被击倒了，还能再起最后一波上挂。哦。 差一点点强行开了，是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还是很危险。对，强开的话就可能会有这种直接被开门战击倒的风险。而且你现在2挂，对吧？这个问题你要去面临的。然后必须星宇儿现在堵在脸上去卖掉自己，然后换莫士出门，但星宇儿没道具，对吧？很难牵制，所以选择2个人都往那个门走，决定赌。但是这个机械傀儡的耳鸣出来了，恰到好处，在最不该出现的时机出来了。天哪！这个耳鸣导致这边捏捏一个判断失误的话，以为人在这边卡着，并没有发现，另外一边也是一个双人出门，直接拿下来手平局。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对的，毕竟你搬古董跟龟小丑，大概率还是往这方面走的。捏捏歌剧这边也是有43%的胜率，挺高的，非常高。小女孩，然后鬼屋的弓箭手，对，鬼屋的弓箭手以及终点站的气象学家，桥上的佣兵。
对，妮妮也是锁点锁得很快，两边都心照不宣，然后来看一下，果断直接起追的话就找弓箭手了。对一个公式化追击，嗯，那就是绕一圈，然后去玩那个鬼板附近的板区嘛。那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弓箭手我觉得他的牵制空间很大呀。但一个后撤是把自己的一个弓箭给躲掉了。你看一下这边短板的一个博弈的话，没有前期，好惊险啊！天哪，太敢翻了！我看得我后背发凉。今天的选手都很敢翻。是的，这边回头砸板的话没有给到，但这个位置又翻回去吗？了，不是，两个刀尖博弈，两个都是非常惊险的一个境地。因为第一攻没有给到的话，导致他陷入一个必须要进入短板博弈的机会，但是自己的一个敢翻是成功弥补了这一点啊。对，这边上个撕裂，妮妮只能被迫定点先站一下。没错，那这边板子踹掉了，所以说前面还是有一刀后撤路给到了撕裂值，但是这边飞轮交有点早，还是没办法规避这一刀。没错，但是撕裂值挂的很多，妮妮可能要被眩晕一下。对，眩晕一波，但是弓箭手离开这个心跳范围的话也会减速嘛，所以说这里也是拉不了点的。手上闪现也好了，这边龙虎弓准备就绪，也是一个眩晕打到。哎，被逼交这个闪现，前面还是有刀，可惜我觉得前面的飞轮不交的话。对，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能进板的。对的，对的，按照他这个牵制思路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再牵制。哎，对的，就是还可以做得更好。嗯，不过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像不错1分20多秒的一个击倒节奏嘛。没错。那现在这边的话也是进行一波换位救人啊，应该。妮妮这边的话得排下来救的人，但是这边是让接近到了小女孩过来，而且隐约还断掉，再拖一会时间。这波手椅对于妮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哎，塔位。树叶丢出来，那还是成功救下。那这波弓箭手就在鬼屋板区这边再进行一波牵制。嗯，看自己能牵制多久，牵制多久了。反正这边的话，板区其实也不太多，只有剩下一个单板区进行博弈，那选择也是往角落去倒，这样比你挂的久一点。求生者这边再派佣兵来刷一波化解兵役。没错，能看到无形的位置的话，也是离得比较近嘛，两个人在合修。哎，这波有挂到鬼屋地下室的机会啊。我觉得没太必要挂地下室，挂地下室反而会让密码机现在进度更多一些。哎，对的，还是就近挂会。对，就近挂。然后这里看能不能拦截一手。但是佣兵来的位置的话是从鬼屋后门来的，所以说没办法拦截。这边先驱赶一下小女孩的一个密码机，回头。佣兵这边想多去争取一下进度条的一个流失。对的。感觉密码机还是差了一些，差了一个20左右，够保平，但是不太够争胜。而且弓箭手这边他是没有携带红反照的嘛。没错，这边也是帮忙扛刀。堵门堵住了，那这边的话也是等你佣兵快倒地了之后，我再去翻。对，有点残意识到了，想提前留个影子。但是我觉得这波往下绕反而是给拖了更久时间啊。他得留个影子，可能还能更好处理一点。但是这边已经偷溜下去了啊！这个慢翻下去之后，前面的话有没有机会转到起点站板区呢？手上有飞轮，看一下飞轮提前交了，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没办法了。密码机也是一个84的状态，感觉能极限压好，手上有传送，阿策帮忙过来一起压机，半装的小女孩压不住，水浪气上来压。那这样子的话，还可以拖求生者去贴门。对，我觉得先等无心贴门，然后我再开。就哪怕我这边倒了无心贴上门的话，还是能进行保平。我在想，天天要不直接打，因为他刚交过传送，你要再把下一个传送拖出来的话，有点困难。有点难。这样子反而是拖求生者去点门的时间啊。就看强风啦，给到强风拉开距离。这边的话手上有飞轮，对的，隔窗刀给到一刀，但另外一边的话，其实无心已经贴好门了。哎，是的，这波队友贴好门了之后，你刚交过传送嘛，那我就可以直接开了。对。就我觉得月亮和保平其实对于求生来说还是略占一定优势的，对吧 ？U2 的歌剧演员统治力还是有的。嗯。然后小女孩一个传送的话也是到门口。那也是在第二回合的上半回合，还是拿下一手平局啊，双方。那现在达到了60%，非常高。我记得年底上周的比赛是选择了鬼板，但是
我觉得他今天可能会打变招，不一定选。有变招机会，我觉得甚至说你选在起点的上面的那个格子都有可能。哎，是的，这个这样子离起点的人我猜招了，然后起点站的小女孩，鬼屋的火灾调查员。对的，终点站的气象学家。那上局牵制的是弓箭手，这局牵制的应该就是火灾调查员了。对年景来说，我觉得他有个想法，因为毕竟你可能小女孩开局就要先。好，来看一下这边也是直接果断的往鬼屋去，但同样的一个转点思路也是先往外面去转一圈，然后再回到鬼屋板去。是，但这边距离感觉会拉近很多。把球清掉，再进行追击嘛。没办法进鬼屋了，那这个时候只能在外围的板区先去玩。哎，果然来了，这里反手直接抓一手。小女孩，你看吧，我就说，因为他想法上面的话可以去变招，这个时候我去先消耗你的气囊，回溯过来，这边站台，但是没有点的，因为3台电机密码进度都有。对对对。看下来后再进行一波追击，想利用输液去打断隐喻，但是会有点困难，因为抬手会比较久。是的。隐约断一手，但是拿到第一刀，也是控制在闪现击倒的一个时间嘛。对，因为他知道追你的火灾调查员的话，你在鬼板位置你能牵制很久，哎，对吧？但是小女孩这边是因为她携带是一个单化险为一，所以牵制压力很大。非常好，那这里的话再给一刀直接击倒。其实这波我觉得应该防的，就是毕竟上一把的对局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走了之后，其实对于监管方来说，他毕竟看过，那觉得你这边鬼屋肯定是放一个强有力去克制我的角色。对，这个时候对于起点的人来说就相对危险了。他得去猜一下年景这边的思路会不会打一个变招。对。那这边的话，外围拦截，但哎，这个位置好像并没有排到，能贴近一点身位。因为前期击倒节奏会比较快嘛，所以回忆这边一定要扛住压力，多压一些血线。是的。那后来是给一刀正常去救下。其实整个对局的走向，我觉得还是不一定，对吧？因为我觉得小女孩公式化嘛，现在目前为止，小女孩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能扛刀啊之类的，有一波成功附体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会有点困难，因为年景现在闪现还在。对，是有点困难。看一下，想砸晕一下，但是并没有砸到。那这样挂到鬼板是火灾调查员去刷第2个化险为一。没错。然后密码机的状态倒没看到是来到一个3台嘛。拦截的方向的话就比较明确了，大概率是知道这边火灾调查员得小心一点，因为年景这边也是有底牌加闪现的。是的，他不能给在外围很远的地方拦到。手上气囊的话也只有1个了，那要选择交气囊补一下吗？哎呦，打断了，不过还好距离够救下来。有一段加速，那也是小女孩往脸上走。这边的话，要不把气囊给解决一下？可以解决，对，这样已经红圈了嘛。对的，这样子火灾它就没有道具了。2波化险为一交出来，密码机也是还是3台多啊，将近4台了。最后一个输液交出来，再拖点时间。对。啊，这个对局的话就是等于3个人去拉扯最后一台嘛，但问题在于两边一个半状态得及时去快点补好。而且我觉得以年景的性格，他甚至有可能直接切底牌，然后去传那边的玩电击桥。他应该能猜到，你这边状态补好了1个，看直接大胆传送。是的。但脸上是没有人的，耳鸣虽然有，但是大家都往对面去拉。也过来，脸上的佣兵的话是有满道具，但这边上感觉不太够距离，给到1刀。那这一刀拿得非常快啊！就对于他来说，我现在就是消耗状态，消耗你们道具，拖我的传送，找到一波拦截的机会的话，我就能打一个优势局出来。往起点走的话是过客的火灾调查员。对的，这边是半状态，并且没有道具，但是没有排到，直接回头。哎，这个耳鸣卡得非常好，贴到边缘，没有让年姐这边发现。是。然后注意力的话，现在也是摆在对面半场，但所有密码全部停滞了，不动。这个时候年景他也要需要细心点去排点位才行。终点站是没有人的，2个人在合作破译马戏团。没错。尽量也是让这边多给点压力吧，因为火灾那边是没有回环反照，然后这边的话是满道具以及满状态的气象，对吧？对，先去消耗这边佣兵的道具，对，会比较好扛压一点。
拖自己的下一个传送时间嘛。没错，这边给到一刀直接击倒，但现在雪茄也在附近，所以说救援压力没有。而且你看他这几波拉扯下来，求生者密码机是没怎么动的，而且他下一个传送甚至要拖好了。对，为什么那边没有敢修啊？好像，因为我觉得他们2个人强修这台的是可原因。修，外侧那个起点附近的密码机是可以修的，因为你传送在 CD 嘛。对对对，这样子还感觉是在修，对，但是现在传送要好了，可能又不敢修了。然后一个砸板，博弈，对的，把危机给化解回来。这边看到密码机在抖动，选择传送落地，是一个没有道具的火灾调查员。这边火灾完全牵制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还得博弈，对，得佣兵交错自起，然后现在选择往这边压，但佣兵是刚刚放下来的，这边选择一刀直接带走。这样子的话，2个人都在终点半场，这样学校得赶紧赶过来去砍下火灾调查员了。主要是佣兵这边的一个起来位置跟碰上密码机是可以让年景有这个计算的空间在的，是吧？就大概你的时间是多久，然后我这边去拦截的话会比较好，我心里有数，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多少。去拦一下鬼屋的方向，但是陶完他猜到你要拦鬼屋方向了，所以说是对，已经上到2楼，但这边的话也是猜到你翻下来，飞轮失误了。这边的话回速是没有办法回去了，看一下这个强风释放，没错，没有躲掉，那还是成功救下，这样还是缓了一口气的。打一手气，让学校针对翻过来给到一刀，这边火灾没有回光返照，这个成为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伏笔。对你虽然能卡人，但是你没有办法救援啊。对。所以说必须要选择换位，或者说偷偷溜走。但这个时候年景注意的方向完全是火灾走的一个方向，知道你没溜走，那人的话大概在哪里呢？就在后手，蹲在一棵树下，这个位置选的还是挺精髓的。没错，这边还没有脚印，已经发现了，回头仔细的拍，哎，回出来，这波浑水摸鱼，但是还是看到脚印，收到了。没错，那另外一边密码机还在抖动，这个时候先把人挂上。这局可能是走向一个4抓了，没办法，这个对局是，他是知道你这边火灾调查员是没有携带那个回光返照的吗？对。那知道你自己是不太能拖好吧？先等一手。看一下。佣兵想过来救一波人，但是呢，起点站附近的密码机，首先人是血线不够的，其次就是起点附近是密码机进度很少的。是的，耳鸣响起了，来看一下年检能不能排到。这边视角好像没有看到，还在桥上这边周旋，大概率猜人在对面的桥附近。有耳鸣。那回到比赛画面，对的，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追击。还在找佣兵，但这里其实我的是非常好的，还是没有察觉到。其实佣兵就在一棵树下，偷偷摸摸的蹲着，这就是灯下黑。对。哎，前面就是佣兵的位置，但这个反而感觉是，好像听到声音了，看到了，对。佣兵毕竟是没有自起了，那边火灾调查员交出自愈，也不太能转走。对，毕竟他知道你的道具消耗殆尽了，对吧？对。我知道你道具消耗完的话，其实我就不太担心你说能去牵制得了我。一个过来，去博弈一下，直接过板刀收下。没错。那也是成功在下半回合 GR 这边拿下一手4抓，也是恭喜 GR获。